我调查过了，黄月的老公叫白泉，比黄月小2岁，本地人，身高体重不详，父母都是3甲医院的主治医师。这小子之前在国外学的口腔专业，去年回国没进大医院，而是自己开了一家口腔护理整形医院，还挺火的。据黄月身边朋友说，黄月和白泉是在网上认识的，认识不到3个月，就领了证和感触。也正是因为这点点滴滴汇聚在了一起，变成了一个可以托付一生的承诺。今天，他们也将在各位亲朋好友的见证下，许下今生今世的诺言。都说婚姻是相互的理解和信任，更是彼此的托付和珍惜。此时此刻，新郎白泉先生，你是否愿意与眼前这位聪明漂亮、美丽大方的黄月女士结为夫妻？在今后的日子里，无论贫穷富有、快乐忧愁、健康疾病，你都会永远的陪伴在她身边，去爱她、关心她、照顾她，并且用你所有的爱给她一生的幸福，直至永远。坚定地告诉她，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这男的长得一表人渣，俩人真般配啊！个儿倒挺高，气质差点，杵着跟电线杆子似的，跟你没法比，还不如我呢。你说吧，怎么搞？动他哪儿？废话，你准备好没有？哎呀，几个选项啊，要不在他交杯酒里下点药，要不然给他鞋里安点图钉，再不然啊，就在那大屏幕上给他换点刺激的，或者都来过也都行。你怎么那么坏呀？下流！新郎第一次以丈夫，我是偷偷摸摸干坏事的人吗？是，坏事你都明着干。坚信他们以后的生活也会像这个吻一样，既甜蜜浪漫，稳稳而又值得留恋。今天咱们送你。你有病啊！这多少钱？买你好几个饭店吧。你这渣女都跟人结婚了，算了，你这属于肉包子打狗，一去无回。要不帮我这打一打？那么接下来呢，要到我们的亲朋好友送祝福的时间了。那么我还打狗吗？也将给大家带来一份意外。你要干什么？别乱来啊！接下来有请新娘亲友团的一位神秘嘉宾侯爵先生隆重登场。生干。他来干什么？他是谁啊？我怎么没见过？恭喜啊！哎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黄月的好朋友，我叫侯爵。今天呢，我是代表黄月的50多个前男友，我们的前男友团来给黄月送上新婚祝福。他是谁呀？不知道呀。你见过他吗？黄月我们都相处了很久，都知道黄月是一个对感情特别专一的人。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他是一个对欲望没有满足的人。你给他爱，他跟你要钱；你给他钱，他跟你要空间；你给他空间，他跟你要自由；你给他自由，他让你浪漫。你听我说啊。但是今天啊，那个小泉啊，虽然是你结婚，但是我这心里比你还高兴。我要替大家感谢你，为社会铲除这颗毒瘤。那个，今天我不是空手来啊，我也是带着你们的新婚礼物来的。你看。大钻戒，就是你买不起的那一张，这个是我们50多个前男友偷钱给你买的。收着啊，请你收下。最后，我献给大家一首歌，听我唱完。春天在哪里？哩。过分了，我跟你说。过分了，你干嘛呢？我让不让开？哎，你这怎么这么说实话？站住！侯爵，你这个混蛋！出头！
这咱们也真够巧的啊，刚好把车就停在酒店后门。哎，幸运，不是巧，是我提前做好了功课。是吗？专业，我大表姐就是神机妙算啊。是吗？哎呦，这，等会儿，你那戒指不会真给那黄月了吧？我给他了，我现在写在手里的。哎呀，这气死我了！这钱可以省的吗？神经病啊！我看到他那个表情，哎呦，我这心里啊，别提多爽了，太刺激了。那倒是，舒服。今天我要把它命名为最有意义的一天。老师今天给你100分，绝对有意义。他俩今天晚上我估计啊，应该操办离婚的事宜了。哎，你歌唱的不错啊。春天在哪里呀？春天在哪里？哎，春天在那小小柳的花这里，这里有红花呀，这里有绿草，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鹂。哩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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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哩。你先出去吧，我自己来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快换衣服吧，要去敬酒了。你俩什么关系啊？好吧，我承认我们两个确实是好过，但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，早就过去了，以后也没可能了。这事儿还没过去呢，黄月。本来我父母就不同意咱俩这么快结婚，今天你这个什么前男友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羞辱我，你今天必须得把话说清楚，你俩到底还有没有关系？不然我没法向父母还有这么多亲朋好友交代。他就是个疯子，我也不知道他今天怎么会来这儿闹这么一出，而且我们两个早就结束了，我父母家人全都来了。如果我不是真心的，我会和你结婚吗？他今天能这么闹，说明心里还有你。你觉得他今天这样的表现，还有哪个女孩敢跟他在一起啊？喂，第17次相亲 ，Game Over。这么快啊？这次是为什么？别提了，一下子也说不清楚。你那边怎么样啊？消停了吗？没。昨天晚上做了一晚上熨衣服的梦，把我累坏了。醒了，我一直在想到底为什么，现在明白了。我这客户啊，太闹腾，我一直想着怎么熨平他。这么难搞定啊？我下午去找你一趟，做个客户回访，帮你烫平他。师爷，我中午要吃海鲜炒饭。不说了，挂了啊。海星，一份大份的海鲜炒饭，多加肉粒，再来一份烫青菜。半个小时以后我们回去。是不是又背着我说我坏话呢？说。你倒挺诚实啊。都说什么了？我听听。说你不好好锻炼，偷听别人打电话。哎，春燕，我问你啊，不会，但是也会。什么就不会？我问了吗？你不就是想问我会不会跟进去吗？现在不会，如果里面发生情况，我会进去。Hello， 问一下，侯杰侯总办公室在哪里啊？从这儿拐过去直走。门牌上什么都没写，那个就是。您有预约吗？哦，我有预约，谢谢。
气质啊！你好，我是神鹰安保公司钱小燕，我来做客户回访。哦，你好，请坐。谢谢。您就是侯爵侯总啊？您吃饭了吗？要不先吃点东西吧？没关系，我不饿，谢谢。这我自己做的海星炒饭，挺好吃的。侯总平时他自己做一些吃的。对，这健康嘛。但它里边没有海星啊，它就是名字叫这个，挺不错的。你尝尝，味道真的不错。真的不用了，谢谢。侯总真是年轻有为啊。看您这，真的是特别有设计师的气质。真的吗？有这种感觉。那您也是做保镖的哈？我是教官，不出外勤的。领导，那真是认真负责。我今天来呢是想问一下侯总，关于51工作您是否满意？满意，很满意。因为我大表，应该大力的表扬51。你看他首先形象好，对吧？然后身手好，车开的也不错，认真负责，还出现的很及时。反正我就觉得特别的好，真的。那您真这么认为？是，反正我觉得如果有可能的话，我都想终生雇佣他了。侯爵先生，非常感谢，谢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，谢谢。没有，我应该感谢您。你看，像您这样认真负责的教官，才能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女保镖。谢谢。那个像你们做女保镖的，形象要求都这么高吗？形象就是形象好。约会呢？钱钱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来啦？是叶。这谁呀？侯爵。这是我们公司的教官钱小燕。侯爵先生你好。你好。我是来做客户回访的。听说你对51的工作非常的认可。认可？谁说认可了？如果我没有理解错，这位先生说您对51的工作非常的满意。你认可啊？就挺好的嘛，大表姐，非常好。不是应该听我的意见吗？那终身雇佣呢？终身雇佣，你想坑死我是吧？就有点误会。这位先生是我儿子。他儿子，未来的干爹。他海星，我叫海星。你好。你好。侯杰先生，您对51有这么大的意见，我能问一下什么原因吗？那原因可太多了原因我跟你讲，首先这个人他不听指挥，他整天跟着我，寸步不离。我让他跟着我，他跟着我；我不让他跟着我，他非跟着我。你说来气不来气还有他老在背后打我小报告，我特别接受不了。24小时跟着你。侯杰先生，这个是51工作的分内职责。还有这个人他总是站在这个道德制高点对我提出一些批评和教育。你说，你对你客户提什么批评教育？哪有教育客户的呀？您看这样行不行？以后呢，您有什么要沟通的，您有意见或者建议都跟我说，我尽可能的帮您协调，你看可以吗？能投诉是吧？是的。那说明你们还是一个正规的公司，那我就投诉他。希望你们回去能对他加强教育，好好管理
也希望他能自己反省到、认识到错误，好好改正，好吧？好的，加个微信吧，方便沟通。加微信了。我加人微信干嘛？不好，不方便吧？要不那个那我转给你，我转给他，他没带手机是吧？那我就先扫。三生名字挺不错的，我会转给他的，谢谢。你们工作谈完了，是不是可以去吃饭了？那好，那我就不打扰了，再见。辛苦啊，回去好多加教育啊。回那么早，是不是喜欢人家？眼睛还掉出来了，没出息的样儿。哇，老板还行啊。你那小侯总的朋友，是不是有点问题啊？没有，那人挺好的，而且很能干，自己开了一个餐厅民宿，挺努力的。哦，可能见着你比较紧张了吧？相亲怎么样？说说吧。别提了，这哥们儿经济条件好，长得也帅，应该能找到愿意嫁给他的人，但这个人一定不是我。你说你每次遇到的人问题好像都是不一样的，没文化不行，经济水平太低也不行，你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？我真没有什么要求，有感觉就行。得，这最难了。炒咸了有点。啊，拿个水给我。完了，完蛋了。谁完蛋了？我完蛋了。怎么了？我遭遇爱情了。你遭遇啥？就是他。我看怎么了？哎，你看看啊，哎，我不敢相信。你看啊，人平时生活干嘛？没事就喂喂流浪猫，多有爱心。然后你看，运动，什么木杆打出300多码是多少米？挺远的，挺远。哎，你看着平时你看这穿着，你看这品味啊，身材、形象各方面，我觉得比大表姐还漂亮。哎，我觉得太完美了，完美，我的菜。那你不搭？这怎么不搭？我觉得挺好的。你根本就降不住这种的，我告诉你。什么叫降啊？女性是用来尊重的、仰望，而且我跟你不一样，我这找的是妻子的，就是她。海清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委婉的跟你说啊，我不打劲的跟你说啊，你没戏。就是她。可别看她。爱情的滋味，真甜，整个世界都甜了。没正形。我爸昨天又打电话找我要钱了，你知道他要多少钱吗？20万，20万，我上哪儿给他弄去？我每个月往家里交钱，我真不知道他们拿这些钱都干嘛了。你说我们那个地方那么小，物价那么低，他们要那么多钱干嘛呢？哎呀，你说咱俩真是同病相怜。你说我结婚要不找个经济条件好一点的，我真得被他们活活拖垮。那如果说有一个人特别爱你，对你特别好，就是经济条件不好呢？那我更不敢同意呀，我不能坑人家呀。亲情都这么不靠谱了，更何况爱情呢？
看，德琳达教授，谢谢您的关心。您应该也知道我回国的原因了，毕竟是父命难违啊。回来之后，我也感到极其失望。公司的设计理念和家父的性格一样，刻板又固执，缺乏创造力。整个公司找不到和我在同一理念的同事，个个都只会做应声虫。我深感悲哀。你看见了吗？确定是你的邮件？是。喂，安保部吗？我是51。好的，明白。安保部已经报警了。喂，好，马上过来。这么累。平时真的不是画班了，就是聊什么呢？啊！知道你们看见邮件截图了，我电脑被人黑了，邮件就是我写的，怎么了？该干嘛干嘛去！我已经让马勇去起草一份声明，正告全公司，这次的邮件事件是一次彻彻底底的捏造和诽谤。你呢，也要配合发表一篇声明，态度可以很愤怒，你要告诉全公司，这邮件不是你写的，它不是你的想法。我刚才已经在设计部说了，邮件就是我写的，这是我的真实想法。顾全大局4个字，你知不知道？啊？如果你不出面解释的话，你不仅会降低我在公司的威信，你还会让全公司的员工集体排斥你。那排斥我呗，那排斥我怎么办？反正我不道歉啊，我也不解释，那就是我的真实想法嘛。你的想法现在不重要，这些想法现在已经不在你的心里，在全公司人的心里，你必须要为此负责。我负什么责？负责不应该是黑我电脑的人负责吗？那是该警察管的事情。我倒要看看，你一个什么大事没做成的人，你有什么资格嘲笑别人？那你话不能这么说，你菜做的难吃，我还不能说厨子2句了。哎呀，我到底什么水平？一会儿开会，你看看我的报告就知道了啊！自己别瞎生气了啊！你吹吧你！哎妈哟，声明不用起草了。为什么呀？我说了不用就不用。海神8号这个项目我一直在跟啊，今天早上我刚刚把这个项目的方案做出来，给大家看一看，你们有什么意见尽管提啊。我希望跟你们能真诚的沟通。你到底在搞什么呀，侯爵？我的设计方案也被黑我电脑的人给黑了。戏演够了没？我有什么好演戏的？散会。侯爵留下来。散会。今天就要送标书了，你居然把工作做成了这个样子，
你有没有拿工作当回事儿？我干嘛不把工作当回事？你今天瞧不起这个，明天瞧不起那个，你就是拿这个作为你的资本的吗？你是不相信我吗？我说了，我项目做好了呀！没人比我更愿意相信你说的话是真的。你是我爸，你为什么不能相信我？拿什么来证明？我证明不了。我能证明。侯总，您看一下，小侯总昨天晚上一直工作到天亮，后来太累睡着了。知道了，谢谢。对不起，儿子，我错怪你了。明天是应该的啊！我回去赶紧把项目复原了，争取赶上竞标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你的方案肯定已经外泄了，没有任何的竞标价值了。那怎么办？我来想办法。何觉，我问你个事儿。听说你又跑去参加那个什么救援了，是吗？啊？你不是答应过我不再去了吗？啊？如果说我早知道你这么不听我劝告，我可能雇的不是1个50亿，有可能是2个，或者说是3个。何泉，你是成年人了，你要学会换位思考。50亿一天为了保护你，他的神经是高度紧张的，工作量是巨大的。你觉得你这么做合适吗？要是嫌工作量太大，他可以不干呀。我又没想招保镖，对吧？你要是心里过不去，去跟安保公司签个协议，赔点钱，这事就完了吗？想让我停止救援吧，不可能。还有，我根本就不需要保镖。我需要，我需要他来保护你，明白吗？你是我儿子。你需要你留着吧。你先出去吧。侯总，您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谢谢。走吧。这警察呀，刚调查完走。怎么说？他们说呀，这次黑客是以散播病毒的方式来进行入侵的，主要集中在公司内部的电脑上，而且就如友情提示说的那样，他没有对公司的电脑有任何的损伤。但是侯爵电脑里所有的信息，最重要的是他的设计方案，都保不住了。我猜到这个结果了。还有，现在方案都丢失了，咱们要不要退出这次竞标？当然不。这次项目虽然小，但是我更看重的是跟海城集团以后的合作。所以这一次竞标咱们必须参加。
喂。休息会儿啊。啊？请你喝杯咖啡。喝咖啡啊？好啊。最近真的呢啊，请坐。特别便宜吗？那当然了。小何总好。走。待会儿把链接发给你。好啊。哎，等一下，今天我来，让我为你冲一杯咖啡，让你感受一下一杯完美的速溶咖啡是怎么冲出来的。第一步，把咖啡袋撕开，然后啊，不要倒进去太多。我们这个大小的杯子啊，我们倒个70%就好了。然后温度在83度左右的水，哎，刚刚好。将它融化，拿起搅棒，均匀的左右搅拌几下。一杯完美的速溶咖啡就这样冲好了。尝尝。怎么样？不错，的确是速溶咖啡。手冲的今天用完了，我只能拿这个给你讲解。但是虽说是速溶咖啡，但是里面满满都是我对你的感激。今天非常感谢你。不用谢啊，我只是说出了我亲眼看到的事情而已。对嘛，你这个人啊，虽然脾气很差，性格不好，但是你为人非常的正直，这就让我特别的佩服，你知道吗？谢谢夸奖。所以，我心里暗自下决心，从今以后，我们之间的关系就上升到友谊的阶段了。这代表什么？代表我们以后就是朋友了。互相信任的朋友多难得呀，太难得了。所以呢？所以有些事我们两个知道就好了，就不用告诉其他人了。没问题。不过，你如果去做救援，或者是做一些伤害到人身安全的事情，我还是要向侯总汇报。我觉得这个事儿吧，你要看情况而论。不能看情况，这是合约规定，我有责任有义务要向甲方汇报被保护人的重大动向。哎呀，你这个人啊，哪儿都好，但是人无完人，你怎么就没有同理心呢？我觉得做志愿者去参加救援是挺好的事儿，但我没见过像你这么不知道自己保护自己的。能说说为什么吗？不能说。多喝点咖啡吧，喝浓点儿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你啊。这公司可真是不错啊，够气派，我喜欢。这儿不方便，我们去那边说吧。走。好。妈，喝点水。好。你来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？万一我出去了呢？出去就出去呗，反正我顺路。哎，你跟你那个客户处的怎么样啊？还行，挺好的。他多大岁数了？你问这干嘛呀？性格怎么样啊？呀妈，十一，这是？这是我妈，这就是我客户侯爵。哦，阿姨，阿姨好。啊，您好，您好。真年轻，阿姨。谢谢夸奖。哦，我跟我妈聊两句，有事随时叫我。啊，你们聊，你们聊。阿姨，你坐啊。啊，好，你去忙吧。坐。哎，坐。这孩子真不错啊。
们俩是以前就认识啊，还是来给他当保镖才认识的？以前算认识吧。哎呀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放心吧，我没事儿，我现在挺好的，工作也挺好的。就是太瘦了，有吗？嗯。11姐，这个是侯总给小侯总的方案修改意见，我正要给他拿过去，辛苦您带给他。好，辛苦。侯总给你的文件。你妈呢？走了。我走这么快，我还想请她吃巧克力呢。你对我妈还挺好，你对我强多了。你要长得像你妈那么好看，我也请你吃巧克力。别人都说我跟我妈长得挺像的。开玩笑吧，一点都不像。应该是你爸拉低了你这个颜值的平均分。看你爸当年追你妈没少下功夫吧？他们离婚了，都离了17年。是吗？不过我爸一直惦记我妈想复婚，我妈不同意，现在俩人都单着呢。你爸倒够长情的，这么多年还惦记呢。哎，你妈，我总觉得说不上哪儿长得跟我妈有点像。那只能说明你跟你妈长得也不太像。谢谢。又把我巧克力顺走了。哎，快点，小张！哎呀，你们几个，小李，都快点，快点过来。你站在台下干什么？上来。啊。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设计部新来的副总监包小涵，也是侯总特别赏识的青年设计师。大家表示一下热烈欢迎吧！啊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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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谢谢大家，以后呢还请多多关照。啊，那都听到了，工作去吧。喝杯水。这新来这设计师叫什么？包什么？包小涵。做的真不错，要不说这姜还是咱老的辣啊！我爸是2天时间就找这么一设计师回来。难得听你夸人。我宣布，海城8号项目由智荣建设中标。智荣建设的实力非同一般呐。张总过奖了，竞标对于我们智荣建设来说，只是一个刚刚开始而已。接下来能够参与到海城事业当中，才是我们最大的愿望。张总，我相信咱们的合作一定会非常愉快。一定会的，谢谢。请留步吧，张总。好，侯总慢走。来。今天的成功啊，得谢谢我们的头号功臣小韩。哎呦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侯总给我讲了，还多谢您的提携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谢谢啊。对了，马总，哎，马上准备青龙宴。哎，我都已经提前准备了，这都在您意料之中啊。哎呦嘿，你还敷面膜呢？我要喝水，吃饭，上厕所呢。
我以为你是那种脸都干裂皮了也不涂化妆品的女汉子呢。什么事儿？明天那场合，别穿得太差啊，穿好看点，大家都穿正装，你这也不能太差，是不是？干嘛？你干嘛？有个超人了。对啊。让你男朋友帮你选一选，明天不要穿得太像一个保镖，好吗？别给我丢人。那可能会让你失望。我们参加这种场合，一般都比较没有存在感。你尽量好不好？尽量有一点审美，啊，让自己光鲜亮丽一点。你要实在做不到的话，那我就穿丑一点配合你。那就麻烦你了。烦人。怎么了？是有什么事儿吗？如果叫你踩着别人往上爬，你愿意吗？什么意思？我爸让我踩着，不说了，丢人。小美，谢谢谢谢，以后多关照。这次项目我看可以啊，啊，回头再聊。这次这个项目还不错，还行吧。生意不好。看什么？有事吗？我看你穿成这样，我难受。你看看人家小女孩，一个个花枝招展，干杯！穿着连衣裙儿，这烫着大波浪。你看看你，什么也不敢穿，每天站在那儿像个隐形人似的。我这是工作需要。隐形不挺好吗？一会儿多吃点也没人发现。你还吃东西呢？哎，我以前一直以为你是靠这个光合作用活着的，没想到还挺能吃。你想多了。哎，侯爵，你妈让你过去一下。干嘛呀？不去不去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那么多人在里边，你给他个面子，哥求你了啊！哥求你了啊！走吧。啊。哎，十一啊，别跟得太紧了，眨眼，安全就行啊。咱们仨一块儿喝。好，哎 ，OK， 来，侯爵，来，我来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远方集团的总裁魏总，这是我的儿子侯爵。魏总你好。小侯果然一表人才啊！谢谢魏总啊，又是美国名校毕业的，太棒了。魏总啊，您的儿子才是让人羡慕呀！现在都已经能撑起你事业的半边天了，真是羡慕死我了。我呀，我就没这个命了。两公子都帅啊，都厉害。魏总，我接个电话去啊，你们聊。反应挺快的啊，辛苦啊。哎，马总，哎，上次呀，是啊，哎呀，是啊，一人一场饭。来，干杯，合作一下啊！王总，您等会儿，我们待会儿聊好不好？一天吧。给谁发微信了？哎，你这么忙，叫我出来干嘛呀？这是保护眼睛的，特别好。我给你买了呀，都没时间给你，这不就抽空了吗？你呀，每天要盯着电脑看那么长时间做账，
一定要记得吃，知道吗？谢谢。唉，要是不这么偷偷摸摸的，能公开在一起多好呀！那我俩就必须得走一个。侯志荣不允许办公室恋情，也是知道的。我可以走啊。你怎么能走呢？我不允许啊！咱们不是说好了吗？你得帮着我出了这口恶气啊！我告诉你句实话，我有时候真的想把公司交给马勇，但是他是外人，外人会有外心的，我们不得不防，明白吗？现在这公司里啊，我谁都不信，除了你。我不是听你的了，黑了侯爵的电脑了吗？我看也没造成多大的影响啊。别着急啊，这一巴掌打在儿子脸上，那一定会疼在老子的心里。这只是个开始。什么？您好，请出示下请柬。这里好大呀！您好，你好，请出示下请柬。2份。好，请进。小点声，保持微笑，是微笑啊。干什么呢？你看这么多人，谁吃了呀？这就是摆设啊，丢人。哎，你看到在沙发上躺的那男的了吗？怎么了？在这种环境下还能这么悠然自得的睡觉，还没有人打扰他，睡得还这么霸气，一看就不是一般人。有道理啊。师爷，手机没电了，给我拿充电器。啊，等一下。等会儿啊，我去给你探个路。好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那个我问一下，在沙发上躺着那位先生是谁呀？你问这个做什么？啊，就是随便问问，打听打听。不好意思，我不认识这位先生。哎，那个在沙发上躺着那位先生是谁呀？哦，那好像是小侯总。小侯总。是。哦，好，谢谢啊，你进房吧。没事。不好意思，借过一下，借过一下，又偷吃，中头奖了。谁？小侯总。小侯总是谁？你来参加谁的宴会，你不知道吗？智荣建设的小侯总。懂了。哎呀，你别提了，我真的太讨厌这种场合了。你知道，明明刚认识，然后就亲热的跟从小看你长大似的，虚伪。哎呀，痛死了！就是 Mary 带我来的呀，她说我要当演员。一定要拓展自己的人脉什么的啊！可是我真的一点兴趣都没有，太无聊了。你好。你好。这是挺无聊的哈。啊，你听见了？我也挺无聊的，不喜欢这种场合。是吗？是啊。那我们是同道中人啊！我听你说你是明星，怎么可能？我就是一个刚出道的新人。你可别问我拍过什么，我什么都没拍过。没事，咱们好好努力。我看你这张脸特别有明星相，以后肯定能成功。真的呀？你人真好。那
你是？啊，我也刚出道。我是设计师啊，你别问我设计过什么，什么都没设计过。啊，你太逗了，你还学我。难得能在这样的场合有个人可以跟我一起吐槽，要不我们加个微信？啊，好呀。让我扫一扫你。好。碌碌无为。对，我的微博也是这个名字，你可以搜一下。我看看啊。哎，你说你什么都没拍过，你怎么这么多粉丝啊？买的呗。啊？你倒够诚实的哈。就是买的，就是我之前有一个小姐妹，她帮我弄的。还有里面那些照片都是骗人的，你千万别信。我呢，就是有机会去了一些高级的餐厅，我就会这儿拍一点儿，那儿拍一点儿，然后就分很多很多天发。别人就会以为我天天在不同的餐厅吃不同的好吃的。还有，还有衣服，我这不方便。标签还在呢，一会儿酒会结束我就拿去退了。那你搞这么麻烦干嘛呢？为了想当一个好演员呗。我一没有平台，二也没有什么高的学历，我就只能努力的包装好自己，然后抓住每个机会。你倒是挺励志的啊，不容易。哎，小侯总，哎，魏总，哎，我先回去了，改天去公司找我。那不送你了。哎，不用送，不用送。原来你是小侯总啊！哦，那看来不是一个阶层的了。我可不想被别人误会巴结什么有钱人。不聊了，我走了。这哪儿跟哪儿，什么阶层不阶层的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爷爷以前也是种地的，我们一家人盖一床被子，这到了冬天特别难熬。不是，你家能有我家穷吗？你还跟我比穷是吧？要不哪天约出来，咱俩比比到底谁穷？好啊。行吧。嗯。好。不聊了，走了。哎。热死我了！我刚刚不敢吃，我怕裙子崩了。少吃点吧你，吃那么多了还吃。哎，对了，刚才他旁边那女的是谁啊？哪？哦，不知道啊，他没介绍啊，不是助理就是秘书呗。完了，我头一回我跟他问的侯爵。哦，对啊，那这戏不白演了？不能够，想个辙的把他这件事儿给扯过去啊！你放心啊，他要是敢站出来挡道，跟我马丽姐抢人，我人挡杀人，人挡杀人。张官长，哎，他给我点了好多赞啊！哎呦喂，现在就关注你了，肯定有戏。那我要互相关注。你知道吗？他跟我之前见的所有男人都不一样。以前哪有人会看我的微博啊？哎，你看，他的微博介绍是天使救援队队员，好有爱啊！原来他是超级暖男啊！侯总，早。走。小韩啊，哎，昨天那个酒会啊，真的是一点意思都没有，就是个应酬，走走形式，特别的无聊。所以呢，我就叫了公司那几个能喝酒的去挡了一会儿。我想啊，你本身是个搞技术的，而且我听他们说你不太能喝酒，是不是啊？对。所以嘛，幸亏我没让你去，我就是怕你去那儿以后太无聊了。再加上啊，这回这个竞标方案完了以后啊，
你又特别辛苦，干脆就让你多休息休息。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！哎呦，侯总，我没往心里去，您想多了。您说的对，我这又不能喝酒，我去了还挺尴尬，还是您考虑的周到。那就好。到了，哎，走。哎，您先请。好好干啊！哎。 故事发生的一天，我来到你的身边，一步一步走进你的世界。你说你要去外星，我愿意陪你，重新筑起那爱的天地。 从一片荒芜，爱到浪漫满目，我要一直做你胸前的护身符。你的微笑汇成了太阳，你的呼吸聚成了月亮，双眸似星星，发尾如风。 不管外面风霜雨打，我永远是你的家。我做你的太阳，你是我的月亮。哦，哎呀，老板唱的好啊！好棒！你这个唱的啥子唱的这么好？最近呢，有些东西啊，拨动了我的心弦，有感而发，创作了一首歌。 你牛！好棒，好棒！哎，那老板，这首歌那个灵感来源于什么呀？爱情。爱情。一个男孩子对一个女孩子，想永远的保护她，就像一颗太阳照耀一颗月亮，浪漫吧？浪漫。浪不浪漫我倒是不知道，但是我就是知道，如果我喜欢一个人的话，我就给他吃很多好吃的。哦，对了，老板，你还没吃饭吧？赶紧一起吃吧。啊，我今儿不在这吃了。我今儿帅吗？帅。出发了。哎，不是，老板，你去哪儿啊？吃着呢。那个侯总，你坐。包总，别，小总，你别叫我包总，我这哪使的呀？你叫我小韩就行了。不是你总侯总的叫我叫小韩不合适吧？合适。要不然你叫我小侯，我叫你小韩，怎么样？那个小侯总，你真是平易近人啊！平易近人。 哎，我还第一次听人这么说过，啊，那词儿我还真就不太喜欢。啊，那没事，你先吃啊，你先吃，我那边吃去。哦，你吃点啊。哎，小伙子慢走啊。哎呦，这哥们儿。 我有那么吓人吗？我一共讲了3句话，瞎掉2块肉。他不是怕你，是不是怕我？但是我本来想说海城8号那个项目，我退出让他领头干的。但是他这个状态吧，实在是不合适，没有一个带头的样儿。要么说我爸看人还挺准的。 你好，请问你找谁？啊，我找一下钱小燕。你跟钱教练有预约吗？
没有。哦，亲属，亲属。好，您等一下啊。哎。哎呀，这管理够严格的呀。干嘛呢？没吃饭吗？抬高！左动，左换。调整下体姿势，注意自我保护。好，不错啊。准变腿，重拳先用肌腹肌刚变腿。保护，左换。把手抬高，把手抬高，手抬高。没吃饭吗？哎，你好。谁？钱小燕，教官。你好，你找我？你穿迷彩服真帅。你还记得我吗？记得。哎，你还记得我，太好了，我以为你不记得了呢。那个我今天来是想请你到我店里吃饭的，因为我觉得发微信有点太草率了，所以当面郑重一点。好。你这就答应了？不然呢？不是，我是没想到你这么快就答应了，因为说实话，我长这么大，这还是第一次约女孩子吃饭，所以就多少有点紧张。我以为你拒绝呢，但这挺好的。那个，本来我想啊，你要是不答应我的话，我就看人家那里面演的，就天天来这等你，直到你答应了。第一次约女生是不是应该问一下她想吃什么呀？对。所以你看我没经验嘛，没经验。你想吃什么？花鸥西餐厅6点，我还有课，餐厅见。好的。还有事吗？没事。6点见。再见。亲爱的，如你所说，那个叫海星的来公司找我了，说要请我吃饭，我准备来个一剑封喉。